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面带伏羲必显贵，这是一句流传已久的诗人俗语。它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的额头上有一块像犀牛角一样的骨头，那么这个人必定是有贵气和富贵命的。那么这种面相特征叫做伏羲，它是怎么形成的，又怎么看出来的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伏羲这个词的来源和含义。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伏字本意是握的意思，而羲字本意是一角兽的意思，因此伏羲就是指握着的一角兽，也就是犀牛。犀牛是一种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大型哺乳动物，它的头部有一或两个角，是它的显著特征。在中国古代，犀牛被认为是一种神兽，有着吉祥和威严的象征意义。《山海经》中记载，犀牛是天子之兽，能够辟邪驱瘟，保佑国泰民安。《礼记·礼运》中说，犀牛是六畜之长，能够统领百兽，象征着权威和领导力。《诗经·小雅·陆敏》中说，犀牛是王者之兽，能够随时应对危险，象征着勇敢和智慧。因此，犀牛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和尊崇，被视为贵族和君王的专属之物。那么，伏羲又是怎么和人的面相联系起来的呢？这要从中国古代的相术说起。相术是一种通过观察人的面部或身体的特征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命运、福祉等信息的学问。相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万物充满了敬畏和好奇，认为它们都有着神秘的力量和意义，因此他们开始模仿和借用自然界的形象和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用它们来解读自己和他人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犀牛作为一种神兽，自然也被引入了相术的范畴。相术家认为，犀牛的角是它的精髓所在，是它的灵性和力量的体现。因此，如果一个人的额头上有一块像犀牛角一样的骨头，就说明这个人具有犀牛的神韵和气质，也就是说，这个人有着高贵的血统和富贵的命运。这就是面带伏羲必显贵的由来。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伏羲是怎么形成的，又怎么看出来的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伏羲其实是一种先天性的骨骼畸形，也就是额骨的发育异常，导致额头上有一块突出的骨块。这种情况在医学上被称为额骨隆起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疾病。通常是由于父母双方携带了某些基因突变，导致子女在胚胎发育过程中额骨的生长受到影响，形成了不正常的骨骼结构。这种疾病除了影响外观，还可能引起头痛、视力下降、智力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伏羲并不是一种吉祥的面相，而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病症。那么，从相术的角度来看，伏羲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相术家认为，伏羲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形态，而是根据不同的形状、大小、位置等细节，可以分为3种等级：一等、2等、3等。一等的伏羲是最为极品的富贵之相，它的特征是额头上有一块方形的骨头，覆盖整个额头，从发际到印堂，从眉尾到鬓角。这种伏羲也叫做方形伏羲或金龙伏羲，有此相者必然是天之骄子，才华横溢，权威无敌，为官至少是将相之列，为民至少是富甲一方。2等的伏羲是次于1等的富贵之相，它的特征是额头上有一块长圆形的骨头，覆盖额头的2/3，从发际到印堂，左右以额角为界。这种伏羲也叫做椭圆伏羲或巨鳌之脑，有此相者必然是才智过人，聪明灵活，文武兼备，为官至少是大臣之位，为民至少是富可敌国。3等的伏羲是最低级的富贵之相，它的特征是额头上有一块圆形的骨头，只覆盖额头的中央部分，从发际到印堂，左右以眉尾为止。这种伏羲也叫做圆形伏羲或武库之相，有此相者必然是意志坚强，勇敢果断，执掌武权，为官至少是将军之职，为民至少是富有名望。所以伏羲怎么看，其实就是看它的形状、大小、位置等细节，从而判断一个人的富贵程度。最后，我们要思考的是，伏羲这种相术说法在当今社会还有没有意义和价值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伏羲是一种先天性的骨骼畸形，与一个人的命运和贵贱没有必然联系的。第二，一夜暴富至长在哪？
下面大佬就来给大家具体说说。一、太阳穴有志。太阳穴部位在相学中也称为一马宫，代表着一个人外出时的事业运和工作状况。如果太阳穴部位长得饱满丰隆，气色红润，且长有一颗外形较好，例如色黑、形圆、个小的极致的话，代表着一个人非常的适合离开家乡去往外地发展。正所谓不动则死，动则生。这种人一般工作运比较出色，行动力非常强，容易发现和把握住很多的机遇，从而获得高额的财富收入。二、鼻头有痣。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帛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鼻梁代表正财，鼻头代表偏财。如果一个人的鼻梁挺直且鼻头饱满有肉，还长有一颗形状非常小，看上去又不太明显的黑痣的话，代表着偏财运非常好。这种人往往有着很强的投资理财天赋，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比较强，很有经商方面的天赋，偏财运非常好，经常会有一些意外之财入账，而且守财能力非常强，善于积累财富，但是感情方面却容易出现变故。三、迁移宫长痣。迁移宫就是我们的太阳穴的位置，会紧紧地依靠在发际线的位置。若是此处长有极痣，则说明此人的财运不错，在事业上会得到贵人的提携与帮助，往往会凭借自己的努力去赚取更多的财富，有本事过上富裕的生活，至少经济上不用发愁与担心，就能够过得非常的好。而且他们的婚姻比较稳定，易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四、下巴长痣。下巴及地格往往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晚年运势，与个人的聚财力大小等，会以下巴长得饱满明亮为福气。一个人的下巴处长有极痣，则属于典型的财主痣，往往这样的人自身的财富积累会明显的高于常人，而且他们的家底厚实，有不少的动产与不动产。越是富裕的人，他们个人的胆子也就会越大，财富自然也会越来越多。脖子上长痣。脖子上长痣的人有称是富贵痣，这种痣在工作者桑会很有成就，很容易受领导的提拔，背后有靠山，不管做什么都会有贵人指点迷津。这种人一般不爱显摆，属于是那种有钱也不显摆的人，命里被称作是屋里藏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番很大的事业，凭靠着自己的好运气和贵人运，有朝一日定会雄霸一方，宗耀祖的。六、额头长痣。额头位于上庭的位置，往往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早年运势发展与先天的智力发育等，会以额头长得饱满明亮为福气。若是此处长有极痣，则说明他们的祖业厚实，家底殷实，往往他们接受的教育也会高于常人，拥有非常优质的资源，日后的发展自然不会太差，只要是肯努力，必定会飞黄腾达。但若是此处长有恶痣，早年辛苦，运势一般，需要付出的努力较多。七、颧骨长痣。从一个人的颧骨长得好坏，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事业、财运、权力大小等。若是在颧骨的位置处长有极痣，则属于贵人痣，往往这样的人有眼光、有领导力，干劲十足，会给自己的经济带来不错的发展。而且他们的人格魅力极强，属于典型的实力派，能得到上司下属的青睐。只要是给到他们机会，就一定会飞黄腾达，不愁仕途。八、头顶长痣。头顶长痣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头顶的方位处长有极痣，则他们天然生成的出世条件就会十分的好，日子方面过得比较富足，运气也会比较强，在作业上会具有上司与领导的提携与帮助，开展空间比较大，就算是遇到困难，也必定可以做到绝处逢生，必定会遭遇到十分不错的开展，注定终身的福气不浅。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